黑鹰来了 ，F-16还会远吗？昨天下午17点，乌克兰国防情报局 GUR 发布了下属特种部队使用黑鹰执行任务的照片。此前呢，没有任何国家宣布过向乌克兰提供黑鹰直升机。那么他们的黑鹰究竟从哪来的？带着这个疑问，大兵给各位解读一下乌克兰的黑鹰直升机。这张图片呢是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发布的原文，其内容翻译过来的大概意思就是，乌克兰国防情报局一直在俄乌前线工作。黑鹰加入后，下属特种部队的作战能力以及乌军情总局的情报收集工作将会得到整体提高。本次行动中，侦察飞行员从战斗最激烈的地区完成任务后顺利返回，之后黑鹰还会在战场前线各个区域执行任务。这里大兵就要划重点了啊！首先是乌克兰国防情报局下属特种部队。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乌军情总局并没有自己的行动力量编制，主要靠调用独立的乌军单位来完成侦察和作战任务。其中呢，不乏有一些光荣历史，例如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第3特种作战团。目前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1年时间，在此期间，有关乌军情总局的消息也不多。为什么他们可以随意调配特种部队呢？这事儿啊，还得从乌克兰1991年独立时说起。当时乌克兰国内军事情报工作极为混乱，而新成立的军事情报局主要由各军分区的情报力量、防空军、空17军、黑海舰队的一部分组成，后来又分化为战略情报局和军事情报总局，然后才又合并成为今天的乌克兰军事情报局。由此可以看出，乌军情总局背景相当复杂，而且乌军情总局还与乌克兰特种部队司令部有一段渊源。最初呢，后者是由乌军情总局的残余部队组成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分支。由于时间关系，这里大兵就不细聊了。总之，乌军情总局有权利调配乌军的特种部队。其次呢，则是这个信息透露出来的乌军情总局的部队里不止一架黑鹰，那么他们的黑鹰是从哪儿来的？放大文章中附带的照片，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的确是黑鹰，但截止目前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公开承认向乌克兰提供了黑鹰直升机，这就有点难搞了。但大兵献祭一把头发后呢，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从图片看呢，它的涂装明显和普通的黑鹰不同，机身涂有蓝白色涂装，这和 S Aeronautics 公司的 N60FW 基本一致。这家公司呢，从2015年成立以来一直为美军服务。不过目前他们的业务似乎只专注于黑鹰系列直升机，而 N60FW 实际上呢就是军用型的 UH-60A， 拥有武器使用能力。所以乌克兰国防情报局黑鹰直升机的来源就不用多说了。如果不是美国同意， S Aeronautics 恐怕没有理由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的。而这件事儿也让大兵联想到去年7月美军针对黑鹰展开的一系列测试和训练。当时呢，他们拉出了 HH-60W。这款黑鹰是空军战斗搜救型，与一架米24磁路武装直升机模拟战场搜救支援任务时，黑鹰遭到米24袭击的场景。视频中展示了2架直升机不同视角的飞行画面，在飞行过程中，黑鹰展示了各种躲避机动、高难度机动等飞行动作。当时在俄乌战争的大背景下，这种作战模拟对于美军而言也算是有必要的。毕竟 HH-60W 是一种战斗救援直升机，很有可能需要执行深入敌后展开救援任务。这种情况下呢，在区域内巡弋的敌方直升机将会对这些搜救直升机构成直接威胁。而米24磁路作为俄军服役最多的武装直升机，无疑是黑鹰最有可能遇上的潜在对手。不过在时隔7个月时间后，此时的乌情报总局公开表示，他们已经装备了黑鹰。回过头再看，去年美军模拟黑鹰对战米24时，很大概率就已经打算向乌克兰援助黑鹰了。因为根据美军公开的资料显示，训练一名飞行员驾驶黑鹰大约需要5-6个月的时间。这个时间节点呢，也基本对得上。以上内容基本把乌克兰的黑鹰来源解析了一遍，接着就是作战问题了。在俄乌战场上，黑鹰对上米24会发生什么呢？上世纪60年代，苏联开发了米24多用途直升机，既有运输型号，也有武装攻击型号，是一种相当全面的直升机，可以配备各种各样的武器组合，包括机炮、空对空导弹、舱门重机枪等，至今仍然是俄军的重要装备。而乌军情报总局发布的2张图片中都没有显示黑鹰携带了武器装备，所以就别指望他们俩碰见能干一架了。两者相比，
黑鹰明显比米24更轻巧一些，前者空重 5.1 吨，最大起飞重量 9.9 吨，后者空重 8.2 到 8.5 吨，最大起飞重量 11.5 到12吨。即便这样呢，黑鹰的最大飞行速度还是略逊一筹，只有每小时296公里，米24呢则是可以达到每小时330到335公里。不过按照美俄所展示的数据来看，黑鹰的航电设备、态势感知能力等等方面是要比米24强很多的。所以没有武器装备的乌克兰黑鹰在战场上和俄军的米24转角偶遇，对于黑鹰而言，甩掉对手是最好的选择。毕竟通过先进的传感器，黑鹰能尽早探测到米24的出现，然后采取对策来消除没有武器的劣势，或者想办法让对方无法锁定其实际位置。总而言之，对于乌克兰而言，装备黑鹰他们会有更大的优势。正如乌军情总局文章中提到的，黑鹰加入后，其下属特种部队的作战能力以及乌军情总局的情报收集工作都将得到整体提高。而这则消息中呢，他们还提到，行动中侦察飞行员是从战斗最激烈的地区完成任务后顺利返回的。这就意味着，即便黑鹰没有武器装备，凭借先进的航电设备，也能规避俄乌战场上的一定风险。最后，大兵想说的还是开篇的第一句话：黑鹰来了 ，F-16还会远吗？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视频中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朋友在评论区留言。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